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紫妍开启了空间之门，将他们一行人传送到了一片荒凉的平原上。药老从萧炎手上的戒指中飘出来，一把握住萧炎的脉门。片刻后，眼中涌上一抹杀意。萧炎遭受了摘心老鬼倾尽全力的一掌。此时他体内的经脉尽碎，骨骼断了将近70%。小医仙听到药老的话，脸上惨无人色。紫妍一把扶住他摇摇欲坠的娇躯，看到药老一副要去找魂殿报仇的样子，风尊者让他不要冲动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救活萧炎。药老小心翼翼地探查萧炎体内的情况，好在萧炎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好一些。摘心老鬼那一掌本该断绝萧炎所有的生机，但萧炎的体质极强，不仅生生的扛住了那一掌，一火也护住了他的心脉。再加上萧炎前不久吞噬了号称不死之火的3000焰炎火，只要3000焰炎火不灭，他体内的伤势就会被修复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给萧炎找一处星辰之力旺盛的地方，加速3000焰炎火的修复。风尊者闻言，笑着让大家一起去星陨阁。星陨阁建立的地方本就是一块天外陨石，哪怕经历了无数岁月，其中的星辰之力依旧凝而不散，非常适合让萧炎疗伤。风尊者很担心，就算这次萧炎救回了一条命，但这么重的伤肯定会对他日后的修炼造成影响。这一点药老一点也不担心。萧炎现在的身体已经破得不得了，正好是破而后立最好的机会。这一次若是能将他当年服用的阴阳玄龙丹的药力完全激活，萧炎说不定能因祸得福，突破到斗尊。有3000焰炎火和阴阳玄龙丹在，萧炎这一次就是想死都难。星陨阁坐落在中州南域的天心山脉中，在四方阁中，星陨阁的弟子是最少的，也是最神秘的。星陨阁所在之地是一处由陨石心力构建而成的空间，并且因为是纯天然而成的，这里的隐蔽性极高，即便是斗尊强者从此飞过也是难以察觉。星陨阁当初是药老和风尊者创立的，只是药老这个阁主不爱管事，所以一直是风尊者在打理。风尊者让穆青鸾将小医仙和紫妍等人安顿好，他则背着萧炎和药老直奔后山的石塔。这个石塔是那块天外陨石的心力汇聚之点。萧炎刚被风尊者小心翼翼地放在石台上，一股浓郁的星芒便源源不断地汇聚进他的身体，紫褐色的火焰升起，化为一团火罩，将萧炎的身体尽数遮掩。有了足够的星辰之力支持，只需要静心等待萧炎的伤势痊愈。在将萧炎处理好的第二天，风尊者便召集了星陨阁所有的弟子，宣布药老这个阁主回归之事。经过这些年发生的事，药老也明白，一个人的力量除非强悍到顶点，否则一个人和一个势力相比终究是吃亏的。更何况萧炎日后势必会和魂殿对上，作为他的老师，药老也不得不为萧炎提前做好打算。见到药老不再找借口推辞，风尊者心中也松了一口气。他和药老是真正的生死之交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苦苦的寻找药老，根本就不在乎一个阁主之位。更何况他很清楚药老不擅长管理的事，到后面怕是还得他来头痛这些琐事。因为担心魂殿的报复打扰到萧炎疗伤，风尊者和药老一致决定先闭守山门，一切等萧炎苏醒过来再说。萧炎还没醒，小医仙等人自然也是选择留在这里。他疗伤的时间太长，这中间风尊者极力邀请小医仙等人做星陨阁的客卿长老，有萧炎在，小医仙自然不会拒绝。而天火尊者想着自己反正也无处可去，便也同意了风尊者的邀请。紫妍出于好玩，不仅自己同意了，还胁迫熊战一起做长老。此时远在斗气大陆西北地域的加玛帝国中，美杜莎靠窗而立，一脸担心地望着窗外的月亮。已经过去5、6年了，萧炎答应了自己会回来，却至今毫无音讯。一道稚嫩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，喊着娘亲。听到这个声音，美杜莎的脸上立马浮现笑容，看向身后的小女孩。这个小女孩就是萧炎和美杜莎的孩子，她的长相极为精致，肩膀上盘旋着一条七彩吞天蟒，整个人凌空虚踏，睁着一双大眼睛，分外调皮地看向美杜莎。星陨阁的石台上，小医仙看着紧闭双眼的萧炎，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。萧炎的伤势早就痊愈了，但却还是昏迷不醒。小医仙低声说，即使是为了薰儿以及彩铃肚子中的孩子，你也不能就这样一睡不醒啊。这句话说完，萧炎的手指突然轻轻地抖动了一下，一股浩瀚的星辰之力自萧炎体内弥漫而出。小医仙的脸上浮现一抹惊喜，萧炎终于要醒了。
笼罩在萧炎身体上的紫褐色火焰突然膨胀，在小医仙退出石塔后，膨胀的紫褐色火焰凝聚成了一头巨大的火龙。巨龙成型后，仰天发出一道龙吟，一道庞大的星辰光柱穿透空间屏障，落在巨龙的身体上，爆发出一阵璀璨的光芒。光芒散去，星陨阁众人睁开眼，看到一道身影浮现在巨龙的额头处，一股浩瀚的属于斗尊强者的气息从他的体内弥漫而出，而这个人正是萧炎。天空上的风尊者和药老激动地看向巨龙额头处的萧炎，药老十分欣慰，萧炎这一次若非是借助天外陨石和阴阳玄龙丹之力，想要突破斗尊，起码还得再要2年的时间。萧炎感受了一下体内属于斗尊的力量，他有信心再碰上摘心老鬼可以将之击杀。风尊者和药老上前查看萧炎的情况，萧炎见到笑眯眯的药老，眼睛不由自主地开始泛红。他的一身本事都是药老亲力所受，能有今天，药老功不可没。萧炎迫不及待地说自己已经融合了3种异火，可以为药老炼制躯体了。但药老落入魂殿手中后，损失了不少本源魂气，在炼制躯体前，必须要先把损失的本源魂气补足，不然就算是得到了身体，实力也是毫无进展。本源魂气就是灵魂本源之力，魂殿抓捕灵魂就是想要将他们的本源魂气抽出来，这种魂气是灵魂的命根，魂气有损将会对灵魂产生极为巨大的伤害，而且魂气乃是灵魂的根本，很难受外力改变。不过魂因果和玲珑天之这2种奇物都有修复魂气的神效，但在萧炎昏迷的这1年中，风尊者派出了无数星陨阁的强者，都没有找到这2者的消息。就在萧炎咬牙切齿怒骂魂殿的时候，一旁星陨阁的长老说，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远古遗迹中似乎传出过魂因果的风声。这个远古遗迹是最近才出世在中州南域边缘的10万大山中，10万大山处于兽域之内，那里是魔兽家族的天下。这次遗迹的主人又是一名斗圣级别的强者，其中的宝贝足以让人为之疯狂。焚诀便是当年风尊者和药老在一处远古遗迹中带出来的。这次的远古遗迹已经吸引了不少大陆的势力和强者，想要从那里拿出宝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原本风尊者并不打算去争夺什么，但现在那里有魂因果的下落，这一趟势在必得。魂因果关系着药老能否彻底的恢复巅峰实力，萧炎自然要去争上一争。风尊者要坐镇星陨阁，这次前往远古遗迹的领头人就是萧炎这个少阁主。风尊者让他将穆青鸾也带上，穆青鸾的家族也在兽域，到时候说不定能帮上一些忙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萧炎将小医仙、天火尊者和紫妍以及熊战也都带上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